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频道武术新传，遇见陈安茂老师。今天非常开心，又再次遇见陈安茂老师啦。老师好，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安茂。是，那这是李彦斌老师，这是高世峰老师。老师好，主持人好，谢谢老师。好的，老师，每一次来这个准备跟你前一天晚上来跟你这个茶桌上聊一聊10分钟的时候，我前一天晚上都特别兴奋，都没有睡饱，就是太亢奋了，所以非常期待跟你可以在茶桌上见面讨论学问。老师，因为你的影片现在只要是关于祖先的主题，基本上点阅数都是破20万的，我有点出乎意料，这个原来大家对这一块很多不了解，也很多想了解。那接下来这一题也跟祖先有关哦，他是说，家里安奉祖先神明，是否一定要每天上香拜拜呢？老师，这一点是不是可以帮我们提点一下？谢谢。我们家的神位就好比我们的灵台，那天主教、基督教他们家也没有供神位，他们灵台在哪里？他们的灵台无处不在，因为他们3餐都在祷告，所以你就知道，不是因为他没有民间信仰，他就没有灵台。那像老师我的行业，不像各位可能会固定住一个地方，我一个礼拜都是北、中、南这样在跑。那我如果从台北往中部、往南部移的时候，我的神明祖先就没有人拜，难道我要为了这样子再请一个外劳在家帮我拜吗？所以我们讲说，我们身上流的血液叫做祖先延伸下来的 DNA，我们人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所以有人就说，老师，我去问谁说什么我的祖先因为风水不对会干扰我，我就搬到国外去，这样他是不是就找不到我了？我说拍谁哈？灵界它没有时空限制，所以你的身体血脉带到哪里，它就只有投射到哪里。就好比我们以前节目有讲过的，累劫的冤亲债主，他不会认你的长相。所以长相年轻的时候、中年的时候、老的时候，长相都会变啊。那难道说认长相要认哪一个时间点？它是闻你的气味，所以冤亲债主是闻气味在找寻。是我们的祖先是依据我们身上流的血脉在追寻。所以观众朋友，你如果自己家里有供奉神明祖先，而且在大楼里面限制还更多。对，他们有人说，如果香烧的太多的话，怕走邻右舍会来抗议。老师，那怎么办？那当然，我们在安之前，可能搞不好就在神桌的上面就有设抽风的啊，就尽量让它减到最低。那如果平常我们没有准备贡品，我们早晚要出门双手合十，心香一半，跟祖先顶礼，跟神明顶礼。那晚上回来不管几点，像有的时候我从南部回到台北的家，凌晨2点多、3点多进门，我们还是第一个就要先烧香拜神拜祖啊，所以拜拜要拜得自在，不要因为拜拜而很多的束缚，搞不好你的小孩说，我看你们这样拜，以后我才不接嘞，因为我怕我做不到。所以有些父母怪小孩子，叫他把祖先请出去，他说我不要，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办法像你这样拜。那他的父母这种行为现象，就要求小孩要跟他一样，导致小孩那种排斥感会出来，限制很多，限制太多。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大家知道，信仰它是一个由心而起的念力。佛要金装，人要衣装，但是我们的信仰，平常要是有一个归宿，不要临时抱佛脚。平常我们就知道哦，我们要遵循什么菩萨的行为，那我们祖上留下来的祖德，我要怎么遵循我们的家训？这样的话，时时都铭刻在心，在为人处事上，应该就会有一个准则。不敢讲说它是大标准，但最起码祖训告诉我，待人要诚恳，做人要很用心。所以你就知道说，祖训还有我拜的这一尊神关老爷是什么？义气参天，以朋友之间的接触，生意之间的接触，必须要学关老爷的行为模式。所以礼佛是在拜你拜的这一尊神，他是什么型格，你就要形同他，
在演化你的人生，就很像榜样偶像一样，我对们要学习他的言语跟行为嘛。对OK， 老师，那这样听起来好像，用手这个顶礼一下，拜一下，也都是 OK， 不一定要上香嘛。对。老师，那可不可以帮我解说一下？因为我现在在拜祖先，每一天都会这个换3杯茶水嘛。那这3杯茶水的用意分别是什么？可不可以也帮我说一下？在民间信仰里面，一贯道的道亲他们比较好玩，他供几尊神，他就在每一尊神前面摆一杯。那我们的民间信仰不是，一个炉前面就只有3杯，是，不管你供几尊神，还是3杯。那祖先一个牌位，它也是3杯敬茶。是，这3杯实际上叫做礼敬三朝。我们的祖先在天上，在人间，在幽冥界，他都在。所以这3杯水实际上就在礼敬我们的先人三朝。对，那神灵不要以为我家里只有供奉一尊观音菩萨，那个炉不是观音菩萨一个人独坐，敬主神，环境的敬，对，环境的敬，敬主神，敬主神。我住的是什么村庄？这个村庄的主事神是什么神？他在巡视每一个百姓家的时候，我们那个神明炉就是敬主神他来落座的位置。是。所以我们说广种福田，那个香炉就像福田一样。所以广种福田叫做勤烧香。是。所以不是光你什么神你就一杯。那3杯它到底是什么？代表的叫做3朝3界。那有人比较狭隘的说法是，就是供奉我们的3魂。实际上我们的3魂也是寄放在3朝。所以天堂、地府、人间也是我们3魂各自寄放的地方。所以有人就讲说，现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场景是搞不好在幽冥地府还是在天界也有这个场景出现，只是穿着不一样。是天界有天界的衣着，地府有地府的长相不一样而已。所以就知道说，这3杯敬茶就要礼敬3朝。简单形容叫做诸天神佛。诸天神佛。OK， 我终于学会了，拜了那么久，终于知道这3杯的意涵到底是什么。OK， 非常谢谢老师，也再次谢谢2位老师的时间。各位朋友，相信今天这一片对你一定会很有帮助，特别在拜祖先的这个礼敬祖先神佛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点阅率越来越高，相信大家都对这个非常的有兴趣，也这一部影片也一定对你有所帮助。记得帮我们按下赞，可以的话把它分享出去，记得订阅咯。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跟陈安邦老师再见面，下次见，拜拜，拜拜。